当你在寒冷的冬天，是不是会想到温暖的东南亚阳光？而在炎炎的夏天，会不会去想到前往避暑的国家？人一过了中年之后，就会想换个生活跑道，调整一下自己，或者是在退休之后，想要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体验。这时候就有了旅居的计划。但是一想到真的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就会冒出各种的心理恐惧，比如说语言的问题，又怕听不懂无法沟通，在健康医疗方面又怕生病了没有照顾，在生活习惯上怕饮食的不合，买东西又不方便，还有一些亲情的问题，又怕跟亲人疏远。这些安全的余力、亲情的压力之下，都会让人望而却步。所有想要旅居的朋友都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在这里，我整理了一些目前全国对退休签证非常优惠的生活成本又很便宜的国家，给大家做参考。再提供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一些排除在国外的心理障碍，还有如何处理海外亲子互动的全新思维模式。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影片。刚开始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移居了，可以先从短期的旅居开始，先住个2周到1个月，体验当地的生活。像我现在就在操作这样子的模式，在每一个地方先进行考察，感觉到哪一个国家的磁场最适合的，之后就慢慢增加停留的时间，可以延长到3个月或者是半年，给自己一个随时可以回家的退路，这样子压力就会很小。先适应一段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对于退休之后的人。在还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的时候，千万不要买房子，即使当地的房价很心动，也不要贸然的先自产。如果有一天你想离开了，这份资产就会变成累赘，甚至于噩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签证的问题。有一些国家的观光签证可能只有1个月或者是3个月，如果要做到半年或者是1年或者是长期，那就要看每个国家制定的标准不一样。有些国家对退休签证或者是非营利性的居留签证，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低，非常的优惠。像在欧洲的葡萄牙低期签证，它就是专为退休人士量身打造的。它不要求你投资，不要求你买房，只要求你有证明有稳定的固定被动性的收入，比如说你的退休金或者是投资收益能够覆盖当地的基本生活就可以了。而这个收入的要求要有多高呢？大约是每个月$1000就可以达标。这对于每个人有领退休养老金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拿到这个签证，你就可以在欧盟30几个国家自由的通行。这意味着是什么？$1000美金就可以在当地过上1个月，是不是很便宜呀？像北欧就有很多移居到葡萄牙，它不仅物价便宜，阳光普照的全年，环境清爽，当地人的热情也不排外，这是欧洲最佳的旅居国家。在东南亚的泰国，它的养老签证门槛也同样的非常友善，只要你年满50岁，而且是在泰国的银行存入一笔大约2万块美金的存款，或是能够证明自己有稳定的月收入，就可以申请了。泰国的成本非常的低。对于泰国方面，因为它的资讯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它一直是退休天堂的热门选项。在美洲的墨西哥，临时或者是永久的居民签证，它的签证非常的实际，很多人只要靠着养老金的收入证明，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到永久居民签证。而在南美的巴拿马，退休金人士签证则被誉为全球最慷慨的养老签证。只要你能够证明你每个月有$1000的终身退休金，就能够申请。
当你有了这个签证之后，你在巴拿马像看电影啦、吃饭啦，或者是坐飞机啦，都能够享受到各种的折扣。这也是许多美国人退休之后的首选之一。你看啦，这些国家就好像是在说，只要你能够养活自己，就欢迎你来我们这里享受生活，他们已经都为你铺好了路。前面我们谈了签证，有了身份之后，医疗就会按照当地人的权益，就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很多人在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心里往往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心结，那就是生活上的心理恐慌，还有亲情上的担忧。心理上不断的在嘀咕着，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万一有事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孩子都是在老家，一旦我离开了，他们怎么办？亲情和孙辈难道就这样子不要了吗？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尤其戳中了我们华人的心啊。如果这个问题想不通，那么前面说的再好也迈不出这一步。所以咱们就来谈一谈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是需要想通的问题，要如何处理距离还有亲情。让我们先来面对第一个问题，恐惧，人生地不熟。这种感觉我们第一代移民都会有体验过。刚第一次外出的时候，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一切都是要重新摸索，那种的无助感记忆犹新。难道现在的移居还需要如此吗？正确的答案是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世界早已经不是我们几十年前的世界了。首先，科技彻底的改变陌生的定义，你的智能手机就是你最强大的生存工具。怕语言不通，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可以实现即时的语音，还有拍照的翻译，让你和本地人无障碍的沟通。你在餐厅点菜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当你迷路的时候 ，Google Map 它随时可以指引着一条路让你回家。还有你在购物的时候，你也可以及时的翻译我所需要的东西，这些都不是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旅居的地点绝对不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应该都是一些热门的城市。这些城市早已经都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外籍人士社群，你可以很轻松的在 FB 或者是 WeChat App 上找到当地人的华人的社群，里面有成百上千的前辈。在社区的平台上，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有关于找房子啊，或者是办签证啊。如果生病了，他会告诉你哪一家医院好，设备好，甚至于哪一个菜市场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你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有人会经历过，而且非常愿意和你分享。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大群的人是跟我们一样的，要经历过这些过程。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你可以选择就近的，像马来西亚槟城、泰国的曼谷或者是清迈这些地方，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华人社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普通话、广东话，甚至于闽南语，你都可以畅行无阻。而且你还能够吃到最道地的中餐，能找到一起喝茶，还有打麻将的牌友，这种文化是最让人亲近感，并且能够在瞬间消除你那个90%的区域陌生感。所以人生地不熟，这个担忧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而不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我记得第一年来北欧的时候，孤身一人，就是靠着这些社群认识其中的一些华人。虽然在北欧的华人不多，但是还是能够找到几个聊天的对象。偶尔能够在端午节一起包包粽子，中秋节还能够一起烤肉、赏赏月亮，这些都能够排除在生活在海外心理上的恐惧。孤独感的解决方式不是完全的不孤单，而是透过人际的结合，还有心灵的充实，让自己不被孤独吞没，反而能够享受到自在的督促。
我们再来谈第二个亲情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我的子女怎么办呢？这可能是我们华人心中最重要的一道坎。我们一辈子都是在为了孩子，老了也却要离开他们远远的。在这种感情上和我们的观念好像是有点冲突的，自己心里也会感觉到过意不去。对于这一点，我想分享一个很多海外退休者悟出来的全新思模式，那就是用高质量的相聚取代低质量的相守。这句话该怎么解释呢？应该是说，即使你和你的子女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你们一年到头又能够见到几次面呢？我们再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算是你住在南部，而你的孩子是在北部工作，一年之内有几次的相聚时间呢？社会的现实，孩子们长大后，为了工作和家庭，也要到处奔波。很多的时候，就算是住在同一个国家，也和在国外是差不多的。我们守着一个空巢，每天期盼着孩子打电话回来，这种的相守质量会高吗？如果我们换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第一，把你的家变成孩子们最向往的度假胜地。想象一下，你不再是让孩子们抽空回来探望空巢的父母，你成了他们在外地的度假主人。孩子们那种不是带着义务感，而是带着度假的兴奋感来看你，那种心境是截然不同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去探索这个新的国家，然后品尝新的美味，同时也会发现话题变多了，相处也会更融合，而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全新快乐家庭的记忆。每一次的相聚可能时间都不长，但是质量是无与伦比的。第二，用省下来的钱换取亲情上的自由。当你在自己的国家高昂的生活费成本限制了你所有的一切，当你搬到海外，生活费变便宜了，每个月省下的那一笔费用积少成多，这一笔费用给了你很大的一个灵活性。你可以一年飞回去家里看一次，然后参加孙子辈的毕业典礼，或者是婚礼，或者是生日。你甚至可以出钱每年招待孩子还有孙子辈接到你住的地方来玩。你不再是被动式的等待，而是主动式的规划，还有创造相聚的机会。这就是许多海外退休者悟出来的全新思维模式，用高质量的相聚取代低质量的相守。第三，善用科技的工具。现在科技的发达，让天涯变成咫尺。我们现在拿起手机，就能够每天和孙子孙女聊天视频，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成长，听听他们在学校的趣事。这种即时的视频连接，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弥补物理上距离带来的缺憾。所以你看，选择海外的退休，不是要切断亲情，而是用另外一种更聪明、更现代，也更从容的方式来维系亲情。当你自己过得舒心快乐，没有经济压力的时候，你给子女的也不再是担忧跟负担，而是一种我父母过得很好的安心感。这或许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当然旅居这条路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它需要开放的心态，需要一点冒险的精神，但它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一个跳出固有的思维，去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机会。同时，它也告诉我们，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站，而是可以任你选择的全新出发站。新环境带来的新鲜感，减少单调生活的无力感。走路探索接触自然，能够保持身体的活动，接触不同的文化，刺激大脑，有助于延缓老化。只要我们愿意建立连结，保持开放的心态，与人分享，让生活更温馨，那将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居生活。
朋友们，你们认同吗？欢迎你留言给我。如果你在旅居的过程中有什么趣事，也欢迎你分享给我哦。今天的影片就和你分享到这里，别忘了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会哦，拜拜。